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信息局外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读书、听话、守规矩，却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赚钱、怎么理解资本、怎么保护财产，甚至连最基本的钱的流动逻辑都没人说起？难道这些知识它真的不重要吗？还是它根本就不希望你知道？这不是阴谋论，而是一整套系统化的贫穷陷阱。有人说穷人多是因为不够努力，但真相往往恰恰相反，努力是陷阱得以维持的理由。穷人并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的路径被预先设计好了，上学、找工作、还贷款、稳定输出，努力的回报被不断延后，等升职、等绩效、等机会。贫穷陷阱的第一层逻辑是让你永远相信再坚持一下就能翻身，而这套叙事不但能压榨你的劳动力，还能稳固社会秩序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政治理论家曾提出奶头乐理论，用娱乐、消遣、快感取代真实权利的追问。这也是今天我们刷短视频、打游戏、追综艺的底层逻辑。你过得不好，但你不会去反思结构，只会点进下一个爽片。这不是偶然，是平台算法给你量身定制的精神止痛片。你在娱乐中暂时麻痹，现实中继续内耗。这正是贫穷陷阱的第二层，用情绪满足消解改变欲望。我们从小学的课程表里学了几十门知识，但有没有哪一门教我们钱是怎么流动的，如何决策，如何打造自己的价值，如何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？答案是几乎没有。因为教育的底层逻辑不是培养独立个体，而是为企业输送稳定可控的劳动力。这不是学校的错，是整个体制的设定。标准化的答案加上标准化的评测，等于标准化的思维模式。这就是贫穷陷阱的第三层，制造服从，掩盖创造。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词体制化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被关久了，突然告诉他你自由了，他反而会慌。现实中太多打工人表面喊着要搞副业，要搞钱，真正做选择的时候却说不行，我不确定稳不稳定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还是按部就班吧。贫穷陷阱最绝望的地方就在此，它不需要压迫，只需要你自己害怕改变。它不给你铁链，它给你稳定的五险一金、绩效奖金，这些现代版的电子脚铐，你拿着它以为自己是自由人，实际每天都在朝着设计好的轨道准时打卡、准时掉头。这不是驯化，这是自愿上链条。你不能指望系统给你答案，因为这个系统本身就不希望你提问题。但你可以从这几件事上开始改变方向：一、建立赚钱能力，而不只是工作能力，不靠岗位，而靠价值输出，思考什么是你能复制并能变现的能力；二、学习商业逻辑，而不是只会执行流程，看懂利润分配，看懂流量结构，看懂平台规则，你才知道怎么主动站在利益源头。三、拓宽认知圈，不做信息底层人，少刷奶头乐，多接触跨领域信息，别让你的大脑只剩娱乐和打工。四、长期构建，而不是短期讨好，不讨好领导，不讨好算法，讨好自己的时间和判断力。穷人不是不配富有，只是他们太早学会了怎么听话，太晚学会了怎么判断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再见。